大家好，今天这集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觉得车子里面有哪一些功能是 lebih 多余没有用到的。那首先我要声明啊，每一个设计师、每一个工程师在设计每一个功能之前，他肯定都是有它的用处的。所以我要分享的主要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个人的经验，而不是说它绝对没有用，而是相对的没有用。所以影片开始之前呢，感谢今天这期的冠名赞助商就是这个 7D 的 M500 行车记录器。所以这个 7D 的 M500 行车记录器呢，它采用了一个叫无屏幕式设计，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体积非常的小，在驾驶起来的时候它不会阻碍到你的视线，而且呢，它的这个像素是高达2592×1944，也就是比1920×1080还要轻了2.5倍。它是一个500万像素的镜头 ，HDR 技术能够综合掉过亮和过暗的画面，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开车都能够清楚的拍摄到路面的情况以及车牌号码等等。加上170度的超广角镜头，可以进一步的缩小盲点。M500 也提供24小时的 Time-lapse 缩时摄影停车监控功能，数小时的录像会被压缩成几分钟，让车主更快的找到停车中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M500 还内建 GPS and GLONAS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你可以看到车子实时的地理坐标数据以及行车速度等等。如果有事故发生，也能更快的定位事故发生的地点，快速获得救援。而所有的这些录像都可以透过 7D 的 Apps 来查看以及下载，甚至是后续产品的一些软件和硬件的升级，只要透过 7D 的 App 就可以轻松升级到最新的功能，非常方便。再来 7D M500 提供 ADAS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的警示功能，有 Lane Departure 车道偏离警示， Forward Collision 前方预防碰撞警示， Moving Traffic 移动车辆警示和 Pedestrian Collision 行人警示系统。7D M500 采用 eMMC 内嵌式记忆体，所以不需要装上 SD 卡。购买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 32GB、64GB 或者 128GB 的内存。支援蓝牙的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胎压监测仪器也是一大亮点。你可以透过 7D 的 App 去检查轮胎的温度和胎压，当侦测到有问题的时候，还会发出警示声提醒车主。所以如果你对 7D M500 行车记录器有兴趣的话，欢迎点击影片底下的链接去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们事不宜迟，就开始今天这一集的影片。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最 lebih 的功能就是电子转速表。注意啊，我说的是电子转速表，不是电子仪表板。因为有时候电子仪表板里面的一些荧幕啊，它可以告诉你左边有没有车子经过，右边有没有车子经过，你的车子有没有动到马路的线等等。好像 Mazda 就有这样子啦。但是呢，我觉得 RPM 跟你的 Speedometer 时速表是有点多余了啦。因为一般上我们驾车的时候呢，其实你只要知道你的转速表时速有多快，当然有些车子会给你看这个digital 的，就是写1、2、3、4的啦。那 RPM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了，就是它可以给你知道你的车子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档位，它耗油还是不耗油。所以我觉得一辆车子的仪表板呢，它只需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 RPM 跟一个 Speedometer that's all 就可以了，有一个小荧幕资源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整个荧幕都是电子仪表板。For me 它是一个 lebih 的东西，因为当我驾车的时候，我只要知道我 RPM 多少，我跑多少，车子有没有油就可以了。它只需要提供一些 necessary 知道的你需要知道的东西，而不需要弄到这么花俏。它是不是一个 must， 是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呢？ I don't think so。 第二个我觉得最 lebih 的功能就是 built-in 的 navigation， 也就是内建的导航系统。在我过去的试车经验里面呢，我试用过了形形色色的 built-in navigation， 其中最好用的就是 BMW 的Mazda 的，那 Mercedes-Benz 的也 OK。 但是呢，问题就是当一些车子它支援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就是说你可以使用 Waze、Google Map 的时候， built-in 的 navigation 系统就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即便它的数据库、它的 database、它的 GPS 等等再好再快都好，都达不到它的效果了。因为有时候你的 Google Map 或者你的 Waze 里面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像 live traffic 有没有塞车，哪里有没有警察，有没有 roadblock 什么等等，还有 rerouting 方面，我觉得目前我没有试用过
built in 的会比 Waze 或者 Google Map 还要来得好啦。那紧接着再多一个呢，就是被时代淘汰了的东西，就是 CD or DVD player。这个 CD or DVD player 呢，可能在10年前还有用吧，可是到今时今日，有些车子来的时候给你放 CD、DVD， 我觉得你需要跟一些00后的小孩子解释啊，拜度。然后这个 CD、DVD player 有时候又 comes with 这个 HDMI port 啊。我知道 HDMI port 是可以给你接手机，可以显示手机里面的东西，有点类似 Smart Link 这样子啦。But again，CD player、DVD player 和 HDMI port 这个东西对于车子来讲是一个 lebih 没有用到的东西来的。第4个我觉得有一点 lebih 的功能就是 Voice Command 语音声控系统，更准确的说是智能语音声控系统。那首先我这边主要针对讲的这个智能语音声控系统，就是那种什么 Hi 什么 Hi 什么的，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功能来说 Hi 打开你的车窗 Hi 调整你的冷气 Hi 调整一些车子的功能等等。那我讲的这些东西其实你是触手可得，基本上你不需要多此一举啦。但是呢，这个语音声控功能它还是有它好用的地方的，比如说如果你是用这个苹果的，你就有这个 Siri， 你是用 Google 的就有这个你就会有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跟他讲你要听什么歌，你可以跟他讲你要去哪里，他都可以直接的给车子去导航，而且你驾车的时候你不需要分神，你不需要去分心，那个是有用的。But 我这边讲的是那些什么用语音声控来给你调整冷气温度，然后车窗是我觉得是最无聊最多余的啦。所以我觉得 Voice Command 它是一个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东西。第5个我觉得有点勒背的功能就是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我知道我说这个东西出来一定会很多人留言说我每天都在用，为什么你讲它没有用？所以我再次强调它是相对而不是绝对。我觉得 Pedal Shifter 比较没有用的地方就是在于呢，现在的这些引擎的变速箱都非常的聪明了，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稍微的加大油门，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退档的速度。尤其像一些Continental Car， 当他们有模式的时候，你只需要去 Sport Mode 或者 Sport Plus 等等，它的这个变速箱都可以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了，升档降档的速度都非常的准确，你不一定要用到 Pedal Shifter。当然我们说一些跑车，我们说 Ferrari 啊 McLaren 啊 Aston Martin 这种 Pedal Shifter 就有它的必要，因为有时候你就是需要自己主动的去拉高转，你可能要8000转，你可能要9000转去听这个声音。而且有些跑车它甚至在这边也没有给你 gear 到的，像 Ferrari 就没有了啦，所以变成你必须那个 Pedal Shifter 非常有用啊，因为 Ferrari 的 Pedal Shifter 是可以给你拿来进入 N， 可以拿来进牙退牙，都是靠那个 Pedal Shifter 的。所以在那一种特殊情况下，Pedal Shifter 是一个必要，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可是，在大部分这种 Passenger Car 这种民用车、平民车来讲 ，Pedal Shifter 的作用其实并不大啊。对我来讲，我平时会用 Pedal Shifter， 最主要是在刹车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当你车子 brake 的时候，你觉得车子好像它的刹车力道不够，或者是轮胎不够抓地等等，你就需要 downshift， 让你感受到 engine braking 来去拖着你这台车子。所以我觉得 Pedal Shifter 是一个可以有也不一定要有的东西啦。讲完了这5个我个人觉得比较勒背的功能之后呢，我现在就来分享一些我在网络上收集到的意见，就是那些在我的 Facebook page 底下留言的观众。票选第1名最勒背的功能就是 iStop 怠速熄火功能，就是说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踩 brake， 它会帮你的 engine off 掉。然后当你松开 brake 准备要踩油的时候 engine 又会重新的启动。那现在即便到很便宜的车都会有这样子的功能，它已经不是一些高级车的专利了。我自己第一次试到 iStop 是在 Mazda 2上面我相信很多人觉得 iStop 勒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影响这个电池的寿命，那甚至很多人会主动的去透过一些手段去切掉这个 iStop 的功能，就是 disable 掉它。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因为我自己使用 iStop 的经验是，有时候当你在红绿灯等红绿灯的时候，你一 iStop 的时候呢，冷气就没有温度了，它还有风，它风扇还有吹风出来，可是它就不冷了，而且不冷的时候，它又会散发出一个味道，是不是这么好闻的？然后对马来西亚这种常年都是处于中午啦，我们说32、33度来讲，也是35度，夸张一点38度来讲，你只要10秒到15秒没有冷气，你觉得很 back check， 你觉得很不舒服，很影响你的驾驶的 mood，
如果你是 plug-in hybrid 或者是 hybrid 的话，当你在 iStop 的时候，所谓的 iStop， 它冷气就会有温度吹送来，那个就还 OK。所以一般上正常的普通版本的 iStop 确实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一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讲啊。第二个最多观众觉得 Lebay 的功能就是 sunroof 玻璃天窗。那很多人一想到 sunroof 就是想到马来西亚的空气很热，就跟 iStop 一样的道理啦。但是我知道很多观众如果有吸烟有抽烟的，他们就很喜欢 sunroof， 因为当你在吸烟的时候，它能够好像抽风机这样啊，把你的这个香烟的味道抽出去车外面。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它不Lebay是因为有时候我试驾车子，我必须要一个 GoPro 有一个角度来拍我的dashboard， 我的 steering， 还有我在驾驶的时候，所以每次有 sunroof 的车子，你都可以看到我的影片就会多一个 angle 出来，因为我可以用 suction cup吸附这个 sunroof， 它可以给到我一个非常稳、非常漂亮的一个角度。第三个最多观众觉得 Lebay 的功能就是 heated seat 发热椅。那有些车子呢，它来的时候就会给你 ventilation seat 通风椅，还有 heated seat 发热椅。那 ventilation seat 通风椅，我相信马来西亚人对这个东西没有意见，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的车子都是烫屁股的。可是呢 heated seat 这个东西就有很大的讨论度，就有很大的争议啊。很多人觉得 Lebay 没有用到这个东西的，像我的CSX 就有这个 heated seat 啊，所以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这个东西是 Lebay 的。直到有时候我半夜开车，凌晨3、4点、4、5点、5、6点开车的时候，我发现冷气，因为你不能够调太热，太热就很焗嘛，所以你调太冷你又太冷，所以很多马来西亚人都是这样子的，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冷气开冷了，然后穿冷衣，因为你开不冷又不舒服，你知道那种感觉吗？然后当你很冷的时候呢，你驾车你又昏昏欲睡，可能血液不是这么循环的时候，你开着这个 heated seat 呢，它就能够让你背后的血液循环，就跟按摩椅一样的。就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属于比较养生的，因为冷凉嘛，热就是比较暖，所以比较暖对身子是比较好的啦。所以我觉得 heated seat 这个东西，它确实是有它的用处所在的。所以在我做结论之前呢，我要再次感谢今天这一集的赞助商，就是这个 70迈的 M500 行车记录器。它是一个2592×1944 500万像素的 Ultra HD 非常高清的一个行车记录器，有170度的广角镜头，里面有内建 GPS， 还有一些 ADAS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的警示功能等等，你都可以在70迈 M500 里面找到。你可以在我影片底下的链接去找到如何购买这个东西，还有这个 product 的一些 product 的 description。为了避免有一些人断章取义啊，我需要再次强调，我说这些功能多余，这些功能 Lebay 只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个工程师、每一个设计师设计每一个功能来，必然有它的道理，必然有它的用处。不过一种米养百种人 ，one size doesn't fit all。因为我过去试驾的车子真的是不少啊，甚至有些车子里面还有冰箱，还有一些可以放雨伞等等，还有一些奇奇怪怪你想不到的东西都会在车子里面出现。所以有些东西有时候车子是身份的象征，然后你买到那个价位，它就伴随这个东西而来给你 ，right？ 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 Lebay 的，但是我没有讲出来，或者是你没有人提起的，你也可以欢迎留言大家讨论，因为我们的这些讨论也可以成为车商们在选择 spec 的时候可以给一些可以给他们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有时候毕竟 example 啦，有些人他可能要很好的音响，然后你给他一个sunroof，这样你不如把那个sunroof的钱拿去给一个很好的音响 ，right？ 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每个人的经验不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最Lebay的功能 ，OK？ 所以如果对这样子的题材有兴趣，我可以再继续做啦。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再次感谢今天的70迈 Dashcam M500这个产品，你们可以到影片底下的链接去做进一步的了解。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